折叠屏已经发展到第7代了，那三星 Z Flip 7这次的变化并不是大刀阔斧的，它的外观依旧是这种小巧灵动的类型，那么展开也是一个标准的直板大屏啊，合上就像一个精致的粉盒。我说的这个蓝色是这种既低调又让人觉得很有品味的颜色。哎，好吧，其实我没有抢到那个大折同款的薄荷绿啊，所以说如果其实你更喜欢那种偏向于年轻时尚一些的色系，那么薄荷绿或者说珊瑚红也是不错的选择啊。但不得不说，我觉得这款蓝色属于是越看越耐看的颜色。不张扬，而且在灯光以及阳光下会泛着这种很银蓝色的光泽，非常有质感。重量控制呢也刚刚好，你几乎可以一手掌握，没有什么压力。不过它拿在手上，不仅每一面都很有面，每一面也都比较容易沾指纹。当然，我又发现，其实这种一整面都光滑简约的背板设计，确实会更讨一些女生用户的喜欢，方便他们自己动手 DIY， 并且也很方便去给它搭配一个比较可爱的手机壳。它的铰链手感依旧是非常的紧实啊，比前一代还有升级。在闭合的时候会有啪嗒一声，非常解压，属于是手感、还有声音、还有质感都在线了。网上都说它的折痕可能有些明显，但是我用这段时间还真是没有发现啊。正着看屏幕基本看不到，那反光角度下能看见，但是基本不影响显示，也不会影响你刷视频或者打字之类的。至少我用下来它的感觉就是它在，但是几乎不会让你注意的那种，没有什么影响。那这次它最大的升级之处，我估计就是这块外屏啦，升级到了4.1英寸，看起来非常舒服，并且边框控制也很窄，跟今年所有的小折相比，我觉得都可以说是没有对手了。外屏的刷新率呢也提升到了120赫兹，亮度峰值可以达到2600尼特。好处就是这块屏幕更实用了，尤其是对于手小的女生来说，在使用它的时候完全可以不展开机身，效率更高。但是啊，如果你想要这块外屏发挥出它的完全体的能力，那你就得去学一下折腾三星自家的插件了，就比如说 GoLock 还有 Multi-Star。如果你没装插件，那么这个外屏可能就是一个大号的通知栏吧。对于我这种三星小白来说，可能会有些麻烦，但是你用熟练之后，确实也觉得挺好的。当然，这里啊，可能又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，觉得这个内外屏适配好像都不怎么好。那很多需求你还得去打开手机进行更改。那接着我们来聊一聊影像还有游戏方面的体验。这一代的 Galaxy Z Flip 7依旧用的是5000万像素主摄加上1200万像素超广角的组合，前置镜头呢是1000万像素啊。白天拍照色彩非常自然，对焦也很稳，有光学防抖再生，在大多数场景下都可以让人满意。它翻折之后的立式支撑设计，再配合 AI 自动变焦功能，在多人合照的时候还可以自动调整构图，这点的体验还是挺不错的。至于游戏嘛呢，我觉得轻度手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应有也能玩。最后我们来聊聊非常重要的 AI 功能。现在的手机啊，肯定离不开 AI。汪航三星的 AI 服务是由百度还有美图秀秀提供的，比起功能花里胡哨的国产 AI 手机，三星 AI 呢更倾向于服务你的生活。而且啊，为折叠形态也做了一些适配，比如说 Bixby 助手可以在合上手机的时候进行使用，直接对 Bixby 发出连续指令，比如说录制屏幕，再定一个1个小时之后的闹钟，它也都可以去识别。Bixby 可以在外屏实况中显示和你的对话，抬手击键非常方便。再像是导航还有播放歌单等等的简单任务，也是同样不需要展开手机的，可以充分发挥竖折手机小巧的优势。那 Bixby 呢，现在也支持了连续对话，可以通过多轮的沟通来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。而且呢，也可以去输入文档、图片、音频等等格式的文件，来帮助你处理生活还有工作生活中的杂事。再像是你在工作中啊，如果遇到一些不懂的名词，还可以使用即圈即搜的功能，那圈一下就可以立刻得到比较详细的解释。再像是一些文字工作，智能文案帮写会以悬浮工具的形式来按时出现，提供摘要还有改写的功能。再像是领导开会时，你可以使用这个会议纪要的功能来进行辅助整理信息，提炼关键内容。还有 AI 一键消除的功能，一圈就可以消除杂物。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手里这台 Galaxy Z Fold 7，还有苹果 iPhone 16的 Apple Intelligence 的表现，看它们的差异如何。还有啊，很多人平时出门旅游喜欢录视频，但是这个现在的景点人很多啊，视频里说的话可能就听不清楚。三星的音频橡皮擦功能呢，可以去手动调整背景杂音的音量，突出视频拍摄者的声音。OK， 那么现在外面下着大雨，然后呢，下面还有一些车流的噪音啊，天上甚至还在打雷，这个噪音还是比较明显的。那么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三星 Galaxy Z Flip 7这一代它的这个音频橡皮擦 AI 功能的表现如何？哎，大家觉得这个表现如何呀？是不是还挺明显的？不仅是只有好看，而是把一整套 Galaxy AI 的生产力还有生活工具都装进了你的口袋里。好了，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一键3连。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